大家好，欢迎来到中共百年秘闻，我是美玲。纵观历史，不管共产党的党魁天不怕地不怕，认为自己杀人不眨眼就可以横行世间，但是在宇宙的法则面前，这些曾经不可一世的共产党党魁，一个个的却暴露出自己色厉内荏的本性。而且有趣的是，他们还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在死前都曾出现过中风的状况，甚至是多次中风。今天，中国党魁习近平的健康问题已经明显地浮出了水面，而且传闻和证据都显示，习近平曾经出现过中风。说实话，在今天的中国老百姓当中，甚至中共的官场上、军队里，盼望习近平早点挂掉的不知道有多少人。所以我们今天为大家介绍的是共产党的几个党魁，也就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死前的若干历史片段，让大家看看这些对别人无比残暴的恶棍，他们在人世间的最后一幕是多么的龌龊和不堪。先来说说残暴成性的这个列宁。说到列宁的残暴，有人曾经将他与斯大林进行过对比。有的朋友看到这里呢，可能会说，这还用问？当然是斯大林比列宁更残暴。告诉大家，事实恰恰相反，真实列宁实质上是个残暴至极、杀人不眨眼的恶魔。历史上有这么一件事，可以让人一窥列宁残暴是如何的没有人性，如何的变态。1918年2月，列宁在所谓的人民委员会会议上提出一项法令草案，以所谓的社会主义祖国在危险之中为借口，开始对老百姓大开杀戒。那么他是怎么干的呢？这个草案要求无需审判，立刻处决那些被定义为罪犯的人。至于谁是列宁口中的罪犯，那当然是他和布尔什维克的一句话。这种滥杀无辜，甚至让一个左派的社会主义革命者斯坦伯格都觉得太疯狂。他非常不理解地质问列宁，说既然想杀谁就杀谁，那为什么我们还要麻烦地自称正义司法委员会？让我们干脆称之为社会灭绝委员会好了，通通进行社会灭绝。让他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列宁一听这话，他脸上表情都变了，变得瞬间眼里放出了凶光，大声说道，我们就是这个意思，只不过我们不能那样明说。所以您看明白了没有？列宁只不过是为杀人找一个借口，他公开承认就是要进行社会灭绝。一位曾与列宁共事过的人说呢，列宁性格最大特点就是仇视一切，一切都是从仇恨出发。然而呢，这样一个残暴成性的共产党头子，在他最后的日子里可谓是生不如死，甚至还求生不得，求死不能。1921年，列宁暴政引发俄国各地不断起义，人民的这些激烈抗争让列宁出现失眠、烦躁、头痛，他的精神开始变得萎靡不振。那么即便如此，他依然残暴地镇压人民，对起来反对他的克朗施塔德士兵以及各地的民众进行逮捕和枪决。就在这一年的夏天，列宁报应来了，他开始出现记忆衰退、说话困难、动作失调等情况。有人猜测列宁存在脑梗阻。终于在第二年的5月25号，列宁出现第一次严重的中风，这让他右边身体几乎是瘫痪，很长一段时间了都无法说话。列宁现在意识到他的一切全完蛋了，身体折磨让他不想活了，也活不下去了。这个残暴的共产党头子此刻已经站到了地狱的大门口。很快的，在短短的半年之后，12月的15号的晚间，列宁再次出现重大中风。正所谓的恶有恶报，那么就在列宁嘴歪眼斜进行挣扎的时候，斯大林为了夺取权力，立刻接管了列宁的医生，并以尽快康复为借口，从中央委员会获得一项命令，授权他通过限制访客和通信来使列宁与政治隔离。
12月24号，政治局发布了进一步的命令，无论是朋友还是他身边的人，都不允许告诉弗拉基米尔·列宁任何的政治消息，因为这可能会引起他的思考与兴奋。列宁被限制在轮椅上，只允许每天口述5到10分钟。他已经成为了斯大林的阶下囚。斯大林确信列宁很快就会死去，开始越来越多地对列宁表示不屑。12月，他公开对身边人说，列宁已经完蛋了。当列宁听到斯大林的话后，这个杀人无数的列宁发出了悲鸣。他说，我还没有死，但在斯大林的带领下，他们已经把我埋了。在遭遇身体和精神上的双重暴击之后，列宁彻底的崩溃了。他向斯大林要毒药，想要一死了之。然而呢，斯大林认为列宁活着对他更有利，所以他拒绝了向列宁提供毒药。因此，列宁是求生不得，求死不能，只能是一天天的活受罪。而就在这一刻，距离他无法无天的屠杀俄国民众还没有过去多久，很快的，列宁又遭到斯大林的新的打击。因为权力斗争，斯大林在电话里对列宁的妻子克鲁普斯卡娅大加呵斥。用克鲁普斯卡娅自己的话说呢，让他遭受了一阵狂风暴雨般的粗暴的谩骂，并且威胁要中央监察委员会对他展开调查。放下电话以后，克鲁普斯卡娅被骂的是脸色苍白，歇斯底里的在地板上翻来覆去的打滚哭嚎。那么如果说中共的怀仁堂政变是发生在毛泽东死后，他的妻子江青被抓，那么列宁妻子被斯大林骂得在地上打滚，可是发生在列宁活着的时候，就在他的眼皮子底下。你想一想，列宁哪里受过这种打击？结果他病情又加重了。一名医生描述了他所看到的一切。他说，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躺在那里，脸上露出了惊慌失措的表情，泪水顺着脸颊流了下来。列宁曾经让无数家庭家破人亡，无数人在他暴政下忍气吞声，泪水流干。现在他所遭受的一切，就是在偿还自己所欠下的罪恶。就在斯大林这次电话辱骂之后，列宁出现了第3次中风，这回好了，他连话也说不出来了。就这样子继续挣扎了10个月后，列宁进入了地狱。现在轮到斯大林上场了，这个曾经因为残酷无情获得列宁青睐的共产党头子，在对无数人进行大清洗之后，在1953年3月1号的清晨，同样因为中风而倒下。但是斯大林自己的一个命令害了他。他曾经下令说，他睡觉时不能受到干扰，因此就在那天晚上，他的警卫员直到22点都没敢打扰他。当人们发现的时候，斯大林躺在床上，已经不能动，也说不出话来，而且他的睡衣已经被尿液浸透了，这个老家伙尿裤子了。那么斯大林在挣扎了几天之后，他的最后一刻是什么样的表现呢？告诉大家，斯大林死后看到了一般人看不到的特殊景象。从他女儿的描述当中看，斯大林之前似乎看到了什么可怕的现象。斯大林的女儿阿利卢耶娃事后回忆说，濒死痛苦十分的怕人，大家眼看着这种苦楚把他闷死了。有这么一瞬间，他忽然间睁开眼睛，目光扫过站在他周围的每一个人，那目光十分的可怕，显示出好像是疯狂，也许是愤怒。然而一种无法理解的和可怕的情景出现了，至今我也不明白，但是也不能够忘记。他突然举起左手，是那只能动弹的手，好像指向上空某处。那手势是无法理解的，没有人说得出他指的是什么和指向谁。或许斯大林在死亡之前看到了来自地狱的死亡使者。现在到了斯大林偿还他自己罪行的时刻了。
1953年3月5号晚上9点50分，斯大林去世。毛泽东去世前也曾经出现过疑似中风的症状，然而他得的却是非常罕见的一个怪病。李志绥在他的《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中讲，军队总医院神经内科主任黄克维和北京医院神经内科的主任王新德为毛泽东检查了神经内科。检查以后呢，他们共同认为毛泽东患的是一种罕见的运动神经元病，在西方呢称之为是肌肉萎缩症，也就是大脑延髓和脊髓内主宰喉、咽、舌、右手、右腿运动的细胞逐渐变质死亡。由于这种病症实在是太过罕见，所以他们提出请上海第一医院的脑神经内科主任张元昌来共同研究。张元昌来了以后呢，查看了检查结果，最终同意运动神经元病这一诊断。在中国人中，得这种病的人极少。张元昌的临床经验已经有30年了，只见过2个得这种病的人。现在毛泽东得的就是这种病。那么这是什么时间呢？这个时间就是在1974年的7月。李志绥们到这个时候已经知道毛泽东活在世上的时日已经是不多了。根据国外的文献统计，这种病如果已经侵犯到喉、咽、舌的运动神经细胞，最多呢只能活到2年。而毛泽东正好出现了上述的症状，这个疾病已经攻到了他的喉、咽、舌的部位。人们发现毛泽东开始出现说话不清楚，舌头似乎是运转不灵，即使相当熟的人也听不清楚他在讲什么，嘴经常是半张着，口唇很少闭拢，两手两腿特别是右侧更加的无力，手掌肌肉和小腿肌肉明显的萎缩，而且这个病还在继续的发展。张元昌强调，一旦主管呼吸肌肉运动的神经细胞受到病害，立刻就会呼吸停止，就有生命危险了。此时的中国依然笼罩在文化大革命的恐怖的气氛之中，几乎是无人知道他们头顶上的乌云将在2年后随着毛的去世而消散。而就在毛泽东去世之前，还曾发生过一个小小的风波。1976年5月11号，李志绥正在值班，医疗组的护士冲了进来，毛的心脏发生了大量的早跳，全身出汗，呼吸急促。开始时，张玉凤不让检查，李志绥等人害怕毛泽东是心肌梗死，则坚持要检查。最终心电图结果显示，毛泽东心内膜下心肌梗死。经过医生的抢救，毛泽东的病情逐渐缓解。然而他的老问题依然是没有消失，那就是在这个怪病的作用之下，毛已经完全不能够吞咽食物和液体，只能喂进一点糊状的食物。经过华国锋、王洪文、张春桥、汪东兴等人开会同意，医疗组准备给毛泽东下胃管。而就在这个时候，毛泽东又晕了过去。李志绥记录说，5月30号的夜间，毛又全身出大汗，暂时昏厥。在抢救中，外科医生将鼻饲管从鼻孔送了进去。然而一个他们没有料到的情况发生了，还没有等他们来得及做心电图等检查，毛泽东已经清醒过来了。醒了之后，毛看到了鼻饲管，立刻用手去拔。外科医生见状，马上阻止毛泽东。结果毛大怒，握拳要打这位医生，还有所有的人都出去。为什么毛泽东对此事如此的看重？显然是担心别人会下毒，因为他就是这样对王明干过。就在毛泽东的最后的这段时间里，他出现多次的心肌梗死，医生们一次次的抢救，而心肌梗死的范围也在不断的扩大。毛泽东的全身状况已经临近了衰竭。9月8号，毛已经进入了垂危的状态。这个时候，江青来了，他突然间提出要给毛泽东翻身。李志绥记录说，江青说毛在一个位置上躺得太久了，要给毛翻身。值班的方医生不同意，一定要将毛从左侧翻向右侧。结果毛全身青紫，呼吸停顿。医生又是经过了一番的急救，
才有让毛泽东喘过这口气来。不过李志绥这些人心里都很清楚了，毛的死期已经近了。1976年9月9号午夜0点，毛泽东的呼吸越来越微弱。张玉凤对他说：“李院长，主席问您还有救吗？”毛用力地点点头，同时慢慢伸出右手抓住李志绥的手。此时的毛泽东两侧面颊深陷，双眼暗淡无神，面色灰青，桡动脉的搏动很弱，几乎是触摸不到。心电图显示波显示的心电波波幅低而不规律。就在李志绥弯腰对毛进行安慰之后，李志绥看到毛的两眼顿时露出了刹那的喜悦的光彩，接着长长的出了一口气，两眼合下来，右手无力地从李的手中脱落。心电图波器上显示的是一条毫无起伏的平平的横线。此时的时针指向9月9号0时10分。今天，无数的中国人开始盼望着这一幕再次出现，他们同时还盼望着一句预言的实现。这句预言就叫做蛇始蛇终。好的，今天就和大家聊到这儿了，请您记得点赞、订阅、留言，并且分享给您的朋友们。感谢您的支持，我是美玲，我们下期节目再见。